大家好，我是梅主。今天我们讲起神秘的失踪案。在2009年9月9日，一位俄罗斯女孩走进一栋9层公寓，当时正好是午夜0点02分。当电梯门缓缓关上以后，她却永远消失在了里面。当电梯来到7楼，门自动打开，里面只剩下一串钥匙和一份当天的报纸。那么这是一次绑架女孩的完美犯罪，还是一次无法解释的超自然失踪事件呢？这起离奇的案件就发生在新西伯利亚，这里是俄罗斯最神秘和寒冷的地方之一。漫长的冬季会从10月份一直持续到第2年的5月份，而夏季却十分短暂。伊琳娜·萨夫诺娃就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她28岁，是一名心理学专家。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她就结婚了，但是夫妻生活并不幸福。在生下一个儿子以后，她的丈夫就搬去了莫斯科生活。伊琳娜独自带着儿子和弟弟住在新西伯利亚的大学城德马科瓦街1号的一栋公寓里。2009年9月8日晚上，伊琳娜在镜子前试衣服，然后问自己10岁的儿子：“我可以去看电影吗？”小男孩非常惊讶，因为母亲从来没有这样问过他。男孩点了点头，说：“当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是母亲最后一次与他对话。于是伊琳娜出门了，前往市中心的胜利剧院。当晚是《无耻混蛋》这部电影在俄罗斯的首映式。与他一起去看电影的还有一位老同学亚历山大。电影从20点50分持续到23点30分结束。散场以后，亚历山大开车送伊琳娜回家，路程27公里。0点02分，他们的车停在了伊琳娜的公寓门口。亚历山大向伊琳娜挥手告别，然后开车直接离开了。离奇的事情就发生在他离开以后。伊琳娜先走了半层楼，去平台的邮箱里取了当天的报纸，然后回到电梯间，按下按钮。公寓一共有9层，她住在7楼。伊琳娜走进电梯，掏出钥匙，准备回家。28分钟以后，0点30分，一位邻居也走进了同一部电梯，他感觉好像踩到了什么，于是低头查看，原来是一串钥匙，下面垫着一份当天的报纸。但是电梯里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异常。第2天早上7点30分，伊琳娜家里的座机响了起来，接电话的是10岁的小男孩，原来是昨天的亚历山大打来的。他问：“你妈妈在家吗？”小男孩说不在家。这时大家才发现伊琳娜在昨晚失踪了，而她失踪的时间就发生在午夜0点02分到0点30分之间的28分钟里。这时的伊琳娜应该出现在电梯里，但是她就消失了。根据亚历山大手机记录显示，在0点15分，他给伊琳娜发了一条短信，问：“你到家了吗？”这条消息显示已读，但是没有任何回复。亚历山大以为伊琳娜已经睡觉了，也就没有继续追问。第2天早上7点20分，他再次拨打了伊琳娜的手机，还是无人接听。于是又拨打了伊琳娜家里的座机。此时亚历山大非常后悔，不停地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亲自送她到家门口呢？伊琳娜的弟弟马上到警局报警。根据警方的调查，伊琳娜消失的电梯位于老式居民楼，里面根本没有安装摄像头，无法知道昨晚电梯里发生了什么。当时又是午夜，所以没有找到目击者，电梯里没有血迹，没有打斗的痕迹，邻居也没有听到任何奇怪的声音。表面上看，在电梯里带走伊琳娜似乎很简单，凶手可以躲在楼道的角落里，尾随伊琳娜上了电梯，然后将她打晕再拖走。但实际上却几乎不能在没有痕迹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因为伊琳娜年轻，健康情况良好，她的反抗会留下线索，更何况是一座老旧的公寓楼，隔音效果并不好。在安静的午夜，邻居很容易就听见呼救或者是异常的声音。搜索伊琳娜的志愿者团队很快就组织起来，先对附近的可疑区域进行了监控，然后他们拿到了周边所有屋顶和阁楼的钥匙，逐一检查。附近也有居民反映，在失踪事件发生的当晚，看见过一个男人拖拽着一个女人。可疑的是，这个女人似乎是喝醉了，而且手还被胶带缠着。这个女人会不会是伊琳娜呢？他们出现的最后位置就在附近地下室的入口处。于是志愿者们又检查了一遍附近所有的地下室，却只找到了一捆胶带。这唯一的线索被交给了警方，但事实证明这与伊琳娜并无关系。几个月以后，新西伯利亚的寒冬来了，而搜索却一点进展也没有。伊琳娜仿佛消失在一个28分钟的时间黑洞里。在这个时候，新西伯利亚又出现了关于伊琳娜的都市传说。新西伯利亚这里曾经就发生过很多神秘事件，比如迪亚特洛夫登山事件，全世界关注了半个多世纪，到现在依然还是个未解之谜。伊琳娜的失踪也被看成是一起神秘的超自然事件。伊琳娜所居住的西伯利亚大学城里住着很多 UFO 爱好者，他们甚至把伊琳娜的失踪与外星人事件联系在一起。
还有人开始观察伊琳娜所居住的公寓。看起来这些猜测有些天方夜谭，但是伊琳娜失踪当晚的确发生了很多巧合，在俄罗斯文化里是不吉利的。那天的日期是2009年9月9日午夜，而这个日期中正好包含了3个数字9。在午夜倒悬的时候，这组数字在民俗里正好与魔鬼的数字666相呼应，而他所居住的公寓也恰巧只有9层。那么有传言说，当晚的电梯翻转成另一扇门，将伊琳娜带去了另一个世界，而钥匙因为是金属的，所以被留了下来。那么报纸为什么也留下来了呢？有人怀疑，可能报纸有当天的日期，所以它无法进入其他的时空。那么有没有可能在事件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真实的凶手呢？他不仅袭击了伊琳娜，还将尸体藏在了一个未知的地方。这样的凶手有2种可能，要么他早就躲在楼道里，随机遇见了伊琳娜，要么是他有计划的袭击了伊琳娜。如果只是随机遇见了伊琳娜，凶手的动机可能只是为了抢劫或者是性侵。他会将伊琳娜拖进某间公寓或者藏在阁楼里，但是他不可能做到在电梯里不留下痕迹。所以更大的可能性是一场有预谋的行动。凶手具有明确的动机，并且从头到尾都有完整的计划。他非常清楚，没有受害者的尸体也就没有证据，破案可能性几乎为0。所以他不但知道该如何转移和隐藏尸体，甚至可能操纵了整个搜索伊琳娜的过程。这个凶手智商很高，善于伪装。他知道如果把凶案设计成一个发生在密闭空间里的神秘事件，媒体就会争先恐后的报道，而大众的视野也会被聚焦在这个电梯里，从而掩盖他犯罪的真实轨迹。他借此脱身，完成一次完美的犯罪。那么这个可能的凶手会是谁呢？伊琳娜虽然与丈夫分居，但是一直没有办理离婚。她的丈夫在2007年与另一位女子开始同居，还生下了一个孩子。他们生活在莫斯科。伊琳娜是知道这件事的。在这段时间里，伊琳娜的老同学亚历山大·库斯里辛出现在了伊琳娜的生活里。早在10多年前还在读书的时候，亚历山大就曾追求过伊琳娜，但是被伊琳娜拒绝了。她选择嫁给现在的丈夫。到了2007年，亚历山大再次遇见伊琳娜，而此时的伊琳娜正处于分居状态，于是他展开了新的追求。亚历山大是一位典型的黄金单身汉，他有一栋别墅、一艘游艇，还有一大群朋友。在俄罗斯，像他这样在经济上很富有却一直没有结婚的男人被称为黄金男孩。按照亚历山大的说法，他与伊琳娜约会了2年，并且已经准备好了要结婚。然而事实上似乎不是这样。在伊琳娜的社交账号里，好友列表中没有亚历山大，反而有她与丈夫和儿子的合影，并且说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伊琳娜也从来没有向家人和朋友提到过要结婚这件事，所以亚历山大是不是撒谎了呢？而这个谎言是否就是他要杀死伊琳娜的动机呢？随着搜索的进行，志愿者内部也产生了激烈的分歧。有人抱怨，在寻找伊琳娜的过程中，他们总是被分配去执行一些看起来不重要的任务。比如说，有一个小组被派去监控一栋普通的公寓，只是因为小组长怀疑公寓里住着一户人家，行为举止很奇怪，他觉得伊琳娜可能被关在这栋公寓里。但是其他的组员却觉得这纯属浪费时间，他们试图说服小组长改变主意，而小组长却表现出强烈的偏执，完全不听组员的建议。像这样的矛盾在搜索行动中发生过很多次，所以组员就来到城市论坛上公开表达了不满。整个搜索行动都是通过城市论坛召集的志愿者。然而对于行动中出现的异常问题，召集人不但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反而将这些提出异议的志愿者全部注销了论坛账号。起初人们只是感到愤怒，但是渐渐的，人们开始对搜索行动和城市论坛产生了怀疑。新西伯利亚毕竟是一个小城市，志愿者们很容易就查明了搜索行动的召集人正是亚历山大·库斯里辛和他的朋友们。与组员产生矛盾的小组长也是亚历山大的朋友，城市论坛的管理员还是亚历山大的朋友，也就是说，亚历山大实际操控着整个搜索行动。而且更令人不安的是，亚历山大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还发布过一张照片，他与群朋友每个人都拿着一把刀，对着一个橡胶人偶做出切割的动作。这张诡异的照片在几个小时之后就被他删除了，但是他的出现让人们更加怀疑伊琳娜的失踪会不会是亚历山大与朋友们一起合谋的结果呢？是不是通过隐瞒证据、误导调查完成的一次完美犯罪呢？警方在案发后检查了亚历山大当晚驾驶的汽车，车里非常干净，没有血迹。亚历山大也在公众面前表现得非常积极，
还一直自责纳瓦为什么没有将伊琳娜送到家门口。他也是最早召集和组织搜索伊琳娜的人。不过人们还是忍不住去猜测，当晚的伊琳娜是否真的走进了那部电梯呢？一个女孩会对报纸非常感兴趣吗？她为什么要在黑暗的楼道里多走半层楼，去平台的邮箱里取报纸呢？难道一个女孩在午夜时分不应该尽快回家吗？报纸的出现似乎是暗示了时间的线索，钥匙是证明伊琳娜曾到过这里。但是如果这一切都是有人刻意安排的呢？所以关于伊琳娜的失踪还有另一个更阴暗的推测。伊琳娜在得知丈夫出轨以后，她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去莫斯科挽回婚姻，要么与亚历山大结婚。但是为了儿子，她拒绝了亚历山大的求婚，所以除了亚历山大之外，没人知道伊琳娜要再婚。亚历山大在学生时代就曾被伊琳娜拒绝过，如今她认为自己在伊琳娜的心里已经胜过了她的丈夫，却又一次被拒绝。这种挫败感让亚历山大无法接受，所以他萌生了要杀死伊琳娜的想法。这种阴暗的推测认为，在2009年9月8日夜里，伊琳娜的确坐上了亚历山大的车，但是并没有被送回到公寓，而是在森林边缘停车了。亚历山大的朋友早已在那里挖好了一个坑，伊琳娜被诱骗下车，然后亚历山大的朋友袭击了她，而亚历山大本人继续赶往伊琳娜的家。他在邮箱里取出了报纸，然后和钥匙一起放在了电梯里，制造出伊琳娜回来过却消失在电梯里的假象。而实际上，伊琳娜此时正躺在森林中为她挖好的坑里。警方不是没有怀疑过亚历山大，只是没有任何线索指向他。警方曾经对亚历山大进行过测谎实验，结果显示他并没有撒谎。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亚历山大删除了社交账号，淡出了大众视野。不过故事还没有结束，在伊琳娜失踪1年以后，更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2010年11月17日，伊琳娜的家族里另一个女孩19岁的刘德米拉·萨夫诺娃在同一栋公寓附近也失踪了。她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走进了列宁地铁站，然后消失了。地铁里的监控没有拍到她，也没有目击者，至今下落不明。如今已经15年过去了，伊琳娜的失踪之谜依然没有答案。她丈夫至今没有与她离婚，法律上伊琳娜依旧是他的妻子。伊琳娜的儿子前往莫斯科与父亲一起生活了7年，之后他又回到了新西伯利亚，成为了一名合气道教练。他说自己回来的唯一原因就是要找到在午夜电梯中神秘消失的母亲。那么你更愿意相信哪一种版本呢？这里是俄罗斯调查，我用照片讲述真实的故事，感谢大家观看，下期再见。